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晚的文化大学大人馆，寂静的有些不真实。宿舍楼外，雾气缓缓升腾，将远处的街灯映照得朦胧而诡异。秋天的风穿过走廊，带来一丝冰冷的潮湿气息，像是某种看不见的存在在轻轻叹息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新生小优拖着行李走进宿舍，刚推开房门，室友阿婷和小雅便迎了上来，笑着打量他。欢迎来到大人馆。阿婷调皮地眨了眨眼，希望你晚上睡得着。什么意思？小优疑惑地看着他们。小雅耸耸肩，神秘兮兮地说道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里是文化大学最有故事的宿舍楼，尤其是半夜3点的时候。别吓他。阿婷拍了拍小优的肩膀，语气却带着一丝揶揄。不过啊，这里流传着一个禁忌，晚上千万别在镜子里多看自己一眼。小优听得有些发毛，但他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便笑着摇了摇头。你们别吓我了，哪有这么邪门？阿婷和小雅对视一眼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笑得意味深长。5月12点，宿舍熄了灯，夜色像一张巨大的幕布，将整栋大人馆笼罩其中。小优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耳边是室友均匀的呼吸声。他想起刚才室友说的话，忍不住轻笑了一下。镜子真有那么可怕吗？他悄悄起身，走向洗手间，打开灯，白炽灯管闪烁了几下，微弱的光线映照出镜子里他略显困倦的脸。小优低头洗了把脸，抬起头时，镜子里忽然多了一道模糊的红影。他猛地回头，身后什么都没有。小优皱起眉，觉得是自己眼花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关灯回房间，却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件让他全身僵住的东西。镜中的自己，嘴角微微地笑了起来，而现实中的他根本没有笑。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，他的手指几乎颤抖着去摸自己的嘴角，是正常的，没有弧度。可镜子里的自己却依旧在笑，笑得诡异，笑得冰冷，笑得不像是他自己。咔嗒，走廊的灯光忽然熄灭，宿舍陷入一片死寂。紧接着，门外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哭泣声，像是某个女孩压抑着情绪，哭得断断续续，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小优的心跳猛地加快，他屏住呼吸，缓缓地走到门边，透过门缝往外看。走廊尽头的灯光闪烁不定，黑暗中似乎有一道模糊的影子缓缓地移动着。呜呜呜，哭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小优的手心渗出了冷汗，他咽了咽口水，正准备退回房间，突然哭声停了。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死一般的寂静，连风声都消失了。然后他听见了一道几乎贴着门缝的低语，你也想和我一样吗？小优猛地退后，心脏狂跳不已。他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门缝，生怕下一秒会有什么东西从外面探进来。然而门外再无动静，哭声消失了，低语也像是从未存在过。整个宿舍楼安静的只剩下他自己急促的呼吸声。他咬了咬唇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可能是自己太累了，产生了幻听，他这样安慰自己，但手心的冷汗却怎么也擦不干。他不敢再待在洗手间，连忙关了灯，快速回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。即便如此，耳边仍然回荡着那道诡异的低语，你也想和我一样吗？他不敢再想，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入睡。第二天早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宿舍，驱散了昨夜的阴冷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小雅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瞥了小优一眼。晚上没睡好吗？小优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有提起昨晚的事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可能是还不习惯吧，慢慢就好了。阿婷笑着说，对了，你今天要去行政大楼办手续吧，记得别走宿舍后面的楼梯哦。为什么？小优愣住。阿婷和小雅对视了一眼，神色有些微妙。那楼梯很邪门。小雅压低声音说道，之前有个学姐半夜走那条楼梯时，看见前面有个女生穿着红衣，低着头，
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小优心里咯噔一下，想起昨晚的哭声，忍不住问道：然后呢？学姐本来以为是同学，就想快步超过去，结果刚走到他身边，那女生忽然停下，头微微侧向他，问了一句。小雅顿了顿，学着低沉的语气说道：你知道第几阶最危险吗？小优的脊背瞬间发凉，学姐吓坏了，没敢回答，低头就跑。可当他跑到楼梯口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红衣女生已经不见了。更诡异的是，他后来数了一下楼梯，总共只有12阶。阿婷接着说道：但当时那个女生明明站在第13阶上。小优的手指微微颤抖，他想起昨晚的低语，心里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。下午，小优走出宿舍，准备去行政大楼。阳光很好，校园里人来人往，白天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，仿佛昨晚的恐怖经历只是他的错觉。他原本想绕远路避开后楼梯，但一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一个传说吓到，心里又有些不服气。不就是楼梯吗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于是他还是走向了宿舍后方的楼梯。楼梯口很安静，甚至有些阴冷，和外面的阳光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优站在第1阶，犹豫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迈步往上走。1阶、2阶、3阶，他刻意不去想小雅说的故事，尽量让自己的脚步平稳。7阶、8阶，楼梯间的灯光有些昏暗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10阶、11阶，他的脚步忽然慢了下来，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。如果这条楼梯真的只有12阶，那么他的喉咙有些发干。抬起脚，缓缓地迈上了第12阶，然后他看到了前方的台阶上赫然还有第13阶。小优的呼吸瞬间凝滞，他站在原地，僵硬地抬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女生正站在第13阶，低着头缓缓地数着台阶。10、11、12，他的声音轻飘飘的，像是被风吹散的低语。小优的身体开始发冷，他想转身离开，可是脚却像被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红衣女生的数数声停了，她的头微微侧向小优的方向，声音低哑而缓慢地问道：你知道第几阶最危险吗？小优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，他想尖叫，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红衣女生缓缓地抬起头，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只有一张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第13阶，她的声音在空荡的楼梯间回荡，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。小优终于恢复了力气，猛地转身往下跑，一口气冲出了楼梯间，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宿舍。怎么了？阿提和小雅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。小优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那条楼梯真的有第13阶。宿舍的灯光温暖柔和，可小优却觉得身体依然冰冷，仿佛整个人还停留在那个阴冷的楼梯间里。他缩在床上，双手死死抓着被子，脑海里反复浮现那张惨白无眼的脸，以及他最后那句低哑的耳语：第13阶，你真的看到他了？阿婷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，脸色也不太好看。你们早就知道。小优猛地抬头，目光直直地盯着他们。小雅咬了咬唇，似乎有些犹豫，最终还是开口了：这个故事不只是传说，曾经真的有人死在那条楼梯上。10年前，文化大学大人馆宿舍，一个学姐因为感情问题，穿着红色的衣服，在宿舍楼的第13阶上上吊自杀。她的死因被官方定义为抑郁轻生，但却有传言说她的死并不是自愿的。那天晚上，有人听到她在哭，小雅压低声音，眼神闪烁不定，但没有人去管她。后来，有人看到她穿着红衣，在楼梯间徘徊，她站在第13阶，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台阶，然后她就消失了。再后来，阿婷接着说道，声音微微颤抖，每当有人走那条楼梯，就会看到一个穿红衣的女生低着头，慢慢地数台阶。她会问你知道第几阶最危险吗？小优的指尖发凉，喉咙干涩。如果回答了呢？小雅的脸色更加难看。没人知道答案，因为
回答的人都不见了。夜晚，宿舍熄灯后，小优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窗外的风吹动窗帘，带来一阵凉意。他的脑海里满是那个红衣女生的身影，还有她的那句低语。他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指尖无意间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。他愣了一下，慢慢地摸索过去，随后他的身体瞬间僵硬。那是一块布料，冰冷光滑，触感诡异。他猛地掀开被子，借着微弱的月光看清了床上的东西。一件鲜红色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他的枕头旁。小优的心跳瞬间加快，他猛地坐起身，警惕地扫视四周。室友们都已经睡熟，房间里安静得可怕，只有窗外的风声断断续续地响着。他咽了咽口水，颤抖着伸手去拿那件红衣，想要扔到地上。可就在他的指尖碰到衣服的瞬间，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道低哑的声音：你也想和我一样吗？他的呼吸瞬间停滞，猛地抬头看向对面的梳妆镜，镜子里，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穿着红衣的女生，脸色惨白，嘴角缓缓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小优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冻结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镜子，心脏剧烈的跳动，几乎要冲破胸腔。红衣女生正站在他的身后，脸色惨白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他的身体僵硬，甚至不敢回头。如果镜子里能看到他，而现实里却没有呢？他不敢赌。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汗水顺着额角滑落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不是幻觉。你也想和我一样吗？那道低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他清楚地感觉到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自己的脖颈间，仿佛那个人就贴在他耳边说话。小优的身体猛地一颤，他拼命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尖叫出声。他必须逃。他强忍着恐惧，猛地伸手抓起枕头上的红衣，狠狠地甩向镜子。砰！镜子剧烈晃动，红衣滑落到地上，而镜子里的红衣女生依然站在原地，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一些。她没有消失。小优终于崩溃了，他猛地转身，朝着宿舍门口冲去，手忙脚乱地拧开门锁，跌跌撞撞地冲进走廊。凌晨3点，文化大学大人馆宿舍走廊。走廊里漆黑一片，只有尽头的应急灯发出微弱的光。小优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呼吸急促，背后的冷汗早已浸湿了睡衣。他快速扫视四周，确认走廊里没有人，才稍稍松了口气。冷静冷静，他低声呢喃，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。或许只是幻觉，或许只是自己太累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回宿舍，然而啪嗒啪嗒，走廊的尽头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小优的身体瞬间绷紧，他猛地抬头，眼睛死死盯着走廊的尽头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一个模糊的影子正缓缓地向他走来。啪嗒啪嗒，那道影子越来越近，轮廓逐渐清晰。小优的瞳孔猛地收缩，那是一个穿着红衣的女生。她低着头，脚步缓慢但坚定，一步一步地朝小优走来。长长的黑发遮住了脸，看不清她的表情。小优的喉咙发干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根本动弹不得。他的理智疯狂地尖叫着让他逃跑，可他的大脑却一片空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红衣女生越走越近。5米、3米、1米，红衣女生停下了脚步，就站在小优的面前。小优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她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时间在这一刻静止。突然，红衣女生缓缓地抬起头，小优终于看清了她的脸，那是一张和她一模一样的脸，苍白的皮肤，空洞的眼眶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小优的脑海瞬间炸裂，他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啊！然后他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第二天清晨，宿舍，小优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宿舍的床上，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，仿佛昨晚的恐怖经历只是他的一场夜梦。他的脑袋昏昏沉沉，嗓子干涩的厉害，他挣扎着坐起身，
发现室友们都还在熟睡。是梦吗？他喃喃自语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发现冷汗已经浸湿了额发。他缓缓地下床，走到梳妆镜前，想看看自己憔悴的样子。然而当他看向镜子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镜子里的自己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小优的心脏猛地一缩，整个人僵在镜子前。镜子里的自己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，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笑。他的手指颤抖着，缓缓地伸向自己的脸，想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表情。然而当他的手触碰到自己的嘴角时，镜子里的自己却依旧保持着那诡异的微笑，仿佛在嘲笑他的恐惧。这不是真的。小优低声呢喃，猛地后退一步，差点跌倒在地。他的呼吸急促，喉咙发干，身体每一寸肌肤都被冷汗浸透。砰！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是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。他猛地回头，发现那件红衣又回到了他的床上。宿舍里气氛异常沉闷。小优把红衣扔进了垃圾桶，但心里依然不安。他盯着那面镜子，咬着嘴唇，思考着昨晚的经历到底是梦境还是真实发生的事。我是不是疯了？他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抓紧了被单。就在这时，阿婷和小雅醒了。你昨晚怎么了？小雅揉着眼睛看向小优，半夜听到你在走廊里大叫，后来就不见了，早上醒来才发现你又回来了。小优猛地抬头，你们听到了？当然啊，你吓得跟见鬼一样。阿婷皱着眉，后来我们出去找你，结果走廊里根本没人。没人？小优的脸色瞬间苍白。可是我明明……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瞳孔微微收缩。如果他昨晚真的跑到了走廊上，为什么他们会找不到自己？更诡异的是，他明明记得自己是在走廊里晕倒的，可是他到底是怎么回到宿舍的？他的身体开始发冷，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爬上心头。他的记忆似乎被篡改了。小优决定查清楚这件事，他不想再被恐惧支配，也不想再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。于是他鼓起勇气去了宿舍管理员的办公室，请求调阅昨晚的监控录像。管理员是个年长的阿姨，看到小优脸色苍白，关切地问道：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阿姨，我昨晚好像梦游了，我想看看监控录像，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离开宿舍。管理员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答应了。监控室里气氛异常沉闷，屏幕上时间显示着凌晨3点。宿舍走廊的监控画面很快出现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小优的心猛地一沉，不可能，他明明记得自己跑出去过，甚至看到了那个红衣女生。他死死盯着画面，屏住呼吸，生怕自己漏掉了什么细节。然而从头到尾，监控画面里都没有出现过他的身影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喃喃自语，指尖冰冷的像是浸在寒水里。管理员疑惑地看着他，你确定你昨晚出来过？小优的嘴唇微微颤抖，他想说我确定，但声音却怎么也发不出来。他的记忆和现实完全对不上。是不是你太累了，做噩梦了？管理员好心地安慰他。小优没有回答，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，如果监控录像里没有他，那他昨晚到底是在哪里？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回来过？当晚小优失眠了，他坐在床上盯着那面镜子，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问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他的记忆为什么会出错？更重要的是，那个红衣女生究竟是谁？他隐隐觉得她和他一定有什么联系，他必须找到真相。小优整夜未眠，脑海里不断回放着昨晚的画面，那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，那个诡异的笑容，空无一人的监控录像。他的记忆和现实完全对不上。如果监控里没有他，那他昨晚到底在哪里？他隐隐觉得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诡异事件，而这一切的源头就在那条楼梯上。第二天下午，大人馆宿舍楼梯间，小优站在楼梯口，抬头望着上方。这条楼梯白天看上去再普通不过，
甚至连光线都比他印象中要充足得多。可他知道，到了夜晚，这里会变成另一个世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，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。第1阶、第2阶、第3阶，他的手指紧紧抓着扶手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第10阶、第11阶、第12阶，小优屏住呼吸，缓缓地抬起脚，迈向第13阶。咔嗒，他的脚刚一落下，整个楼梯间的空气瞬间变了，原本透进来的阳光仿佛被抽离，周围变得阴暗而冰冷，耳边隐约传来低沉的回音，像是有人在轻声低语。他的身体猛地一僵，心脏狂跳，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。他缓缓地抬头，看向前方楼梯间的尽头，站着一个穿着红衣的女生。她低着头，黑色的长发遮住了脸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，仿佛随时都会倒下。小优的喉咙发干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根本无法动弹。他回来了，你知道第几阶最危险吗？那道熟悉的低哑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诡异的笑意。小优的心跳瞬间停止，这句话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。他的脑海里疯狂地闪过各种念头，如果他回答了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不回答，又会怎么样？他的指尖冰冷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13阶，他的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红衣女生缓缓地抬起头，她的脸依旧是小优自己的脸，但这一次，小优终于看清了她的眼睛，那是一双漆黑的眼眶，空洞深邃，仿佛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。红衣女生的嘴角缓缓上扬，露出一个熟悉的笑容。小优的脑海里轰然炸裂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10年前，文化大学大人馆，一个女生站在第13阶，穿着红衣，手里握着一封破旧的信。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影子。你知道第几阶最危险吗？影子在她耳边低语，声音冰冷而空洞。她的身体微微颤抖，嘴唇开合，仿佛想要回答。然而下一秒，她的脖子被一只冰冷的手掌紧紧掐住，整个人猛地向后倒去，砰！她的后脑勺撞在台阶上，鲜血顺着楼梯缓缓流淌，红色的衣服被染得更深。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角带着一丝僵硬的笑容，像是终于解脱了一般。小优的记忆彻底回来了，他不是第一次站在这条楼梯上。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指甲深深地嵌入掌心，鲜血顺着指尖滴落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她就是那个红衣女生，她早就已经死了。楼梯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红衣女生缓缓地伸出手，轻轻地按在小优的肩膀上，她的嘴唇微微开合，吐出最后一句话：欢迎回来。小优的瞳孔猛地一缩，意识瞬间被黑暗吞噬。小优的眼前一片漆黑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他感到自己被无形的力量拖入深渊，无法挣脱，无法呼喊。他的身体仿佛失去了知觉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你为什么？他艰难地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。红衣女生的笑容依旧，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温度。为什么？红衣女生重复了他的话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。你不是早就知道吗？你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。小优的心脏猛地一沉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他早已被选中，成为了这个循环的一部分。他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脑海中闪过无数的片段，那些曾经的记忆，那些他以为只是噩梦的画面，实际上全都是真实的。他早就死了，早就成为了这个楼梯的幽灵，永远无法逃脱。他拼命挣扎，试图从这无尽的黑暗中逃离，但无论他怎么努力，周围的黑暗却更加压迫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吞噬他。你以为你还能逃得掉吗？红衣女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她的声音更加冰冷。你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。小优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张惨白的脸，那双空洞的眼睛，那张和他一模一样的面孔。他猛地睁开眼，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他站在了那条楼梯的最底端，眼前依旧是熟悉的楼梯间，第13阶。他知道
自己已经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他的心脏再次剧烈跳动，手指微微颤抖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。他回到了这里，回到了那个被诅咒的地方，他再也逃不掉了。小优站在楼梯间，脑海中一片混乱，他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第13阶，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吸引。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迈出一步，缓缓地走上楼梯。他的步伐沉重而缓慢，每一步都像是在踏入一个无尽的深渊。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停止。你知道第几阶最危险吗？那道低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仿佛从他的心底传来。小优的身体一震，停下了脚步，他的心跳如雷鸣般剧烈。他知道第13阶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他抬起头，眼前的楼梯依旧如同昨天那样空无一人。然而他知道这一切只是表象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准备迎接他的命运。啪嗒，小优的脚步再次响起，轻轻的回音在楼梯间回荡。他缓缓地走上第13阶，仿佛一切都在命运的掌控之中。当他站在第13阶时，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红衣女生站在他的面前，依旧是那张惨白的脸，那双空洞的眼睛。她微笑着伸出手，轻轻地拍了拍小优的肩膀。欢迎回来。小优的身体僵硬，眼泪不自觉地滑落下来。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逃脱了，他已经成为了这场无尽循环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楼梯间，永远无法逃脱那道诡异的红衣女生。他将永远被困在这无尽的循环中，直到最后成为下一个走上第13阶的人。